在这些年机圈的洪流之中，只有少数品牌能够披荆斩棘啊，直到今天啊，依然立于浪潮之巅。现在在国内能被称为主流品牌的啊，我想你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吧。这期间大多数的品牌产品都如昙花一现。不过在这些昙花中呢，也有非常精彩的存在，在手机江湖上啊，留下属于他们自己的佳话。今天我们又开新坑啊，这个末代辉煌系列。在这个系列片中呢，我们将聊聊那些淡出主流视野之外品牌的末代旗舰。好，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咱们开篇第一期啊，令我们窒息的乐视。曾经有这么一家公司，在资本的宠爱下，仅用了2年的时间就在创业板上市。随着几轮资本运作啊，市值实现几何式的增长，从此鸟枪换炮，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家拥有海量内容的视频产业链一体化公司。业务范围包括从电视到云计算啊，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市值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700亿人民币，这就是乐视。而乐视帝国的建立啊，离不开那个男人啊，我是谁？就是江湖人称版权急先锋、用户生态祖师爷、PPT 大发明家、梦想窒息者，下周回国的贾老板。贾老板在发布会上提到过一个词儿啊，生态化反，这啥意思呢？就是通过内容加终端加应用，打通7个并不相关的垂直业务，然后通过整合让各个垂直业务相互发生化学反应，最终形成乐视独有的生态圈。哇，这是一堆充斥着互联网黑化的专业名词，即便你把它放在2022年听，都有一些似懂非懂。这要是放到6年前，那真是绵羊放了山羊屁啊，洋气又骚气。虽然生态化反是后来提出的，但贾老板早就开始布局了啊！这乐视电视、乐视体育、乐视影业，还有机圈熟悉的乐视手机。我们看了一下啊，乐视声称其实目前还有手机在销售，乐视真的还没倒闭啊，它只是欠了122亿。乐视真正做手机的时间，也就是贾老板下周回国的前3年。先问一下你或者你身边啊有用过乐视手机的小伙伴，请扣波1啊，我们看看有多少。2015年4月啊，正式推出的乐视手机，第1年啊就突破了400万台的销量，在第2年更是达到了2000万台，恐怖如斯啊！现在你可能没啥概念啊，给大家个参考，就是当时品牌就非常火爆的小米啊，那年是小米5啊，920万台的销量啊，当然是这一个型号啊。这一年呢，推出了乐2、乐2 Pro 以及乐 Max 2，作为旗舰机型的乐 Max 2也成为了乐视手机的末代辉煌。乐视最后一台机其实是乐3啊，但是当时贾老板已经出国了啊，整个从销量来看，最终我们末代机皇选择的是乐 Max 2。这台机第一眼看来啊，即便是6年过去了，它的无边框 ID 设计依然感觉很惊艳，但前提是你得息屏或者黑边壁纸啊，要不然这落差感还是挺大的。乐视剑走偏锋的视觉无边框，在当时还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啊，有很多调侃，黑红也是红吧，请把窒息打在公屏上。咱们玩归玩，闹归闹啊，不拿乐视开玩笑啊！这部手机在当时，你仔细看看，还真有不少走在行业前列的硬件技术。就比如这个超声波金属指纹识别啊，你现在可能觉得没啥，但是要放在6年前，这简直就是全体起立黑科技啊！当时国产厂商很多采用的都是光学指纹方案啊，因为它不仅成本低，而且技术更加成熟。乐视却选择了超声波指纹方案啊，在当时好像就高通一家供应商在做啊，虽然成本更高，但是识别速度要更快，成功率也更高。拿到手机后，我们特意多试了几次，确实很快啊，但或许是我们已经习惯了面部或者屏下解锁啊，虽然快，但还是得需要适应。背部指纹识别终究还是过去式了。在2018年的某天，乐视手机用户突然收到了 UI 6.0 的更新推送，此时距离老贾出国已经过去1年了。更新功能亮点中赫然写着人脸识别解锁的字样，突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乐 Max 2的外观还是很值得玩味的，毕竟号称美得让人窒息。首先就是这额头设计啊，足够萌的让人窒息了。机身两侧中框的边缘切割工艺其实也很到位啊，很有光泽，而且又不会感觉到硌手。喷砂金属机身贴合手掌也很温润，上手185克啊，身为 Max 机型，这个重量算轻的。
背部3段式设计，各种配置元素沿中轴线排布啊。不过后摄右边冒出的双色纹闪光灯打破了这种对称语言。之前有人说这个外观抄袭啊，我们拿出几台老型号看一看啊，华为 Mate 7 1+3，不说一模一样吧，但至少可以说集百家所长了。值得一提的是啊，为数不多的几代乐视手机整体外观都几乎一样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品牌设计语言的延续性啊！是不是有小伙伴总觉得在它身上多少都能看到苹果的影子？但你要说乐视抄苹果，那我可得为贾老板鸣不平啊，因为他还敢为苹果先的啊取消了3.5毫米的耳机孔，以至于在当时就留下了极其先进的江湖传说。从今天来看，你们会发现，全球很多的大型公司都在复制乐视的模式，都在跟随乐视的模式。5.7寸的2K 级别视网膜屏幕，这像素密度高达515 PPI 啊，这什么概念？同年发布的 iPhone 7啊，只有326 PPI， 而当时国内的一些机器，比如小米5啊、华为 P9 啊，甚至都还没上 2K 屏。虽然是 LCD 屏幕，但这块屏即便放到现在，这观感也是相当不错。屏幕较小，显得格外细腻，这观感感觉都可以干掉一些 OLED 手机了。在处理器配置上，旗舰型骁龙820，当时的810属实坑了一波大家啊。这个继任者820帮助高通重回王座。哦，对了，这当年乐视还成功抢先小米啊，在 CES 2016大展上发布了乐 Max Pro， 成为了全球首发820的机器。后面啊就闹了一个乐视首发和小米5量产首发的梗，当时还是多家争鸣的年代啊，大家也都是拼了。另外一个为人称道的配置就是当年它就拥有6GB LPDDR4 超大运存啊，6年前这绝对可以说超大了。放在现在给你的感受差不多就是12G、16G 的感觉。我们拿着它专门打了一把王者啊，意料之外的流畅。要不是因为它死活都连不上性能狗，我高低要把它和现在的机器比一比真绿。目前乐视搭载的是 EUI 6.0 系统，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乐视在视频方面的资源优势整合进了系统中。EUI 中的桌面啊，它还给你分成了乐见桌面、乐头条桌面和应用桌面3个啊。除了传统的应用桌面外，其余2个其实都只是视频内容的入口而已。目前乐见以及其他一些系统自带软件应该是已经停止运营了，经常处于连接不上服务器的状态啊。号称全球首个手机生态 UI，号称是与这个乐视超级电视啊、乐视超级汽车能够完美融合。我们曾经真的还拥有过乐视超级电视啊，但就不知道这乐视超级汽车到底何年何月能让我开上了。可能大概也许下周就可以了吧。还有它所谓的这个意识流交互，你听这名字就特别意识流啊，什么意思呢？仔细看了一下啊，其实就是系统会通过你的性别、喜好、关注的明星等等一系列你的观影习惯吧，来预判你感兴趣的电影电视剧，然后通过它强大的内容，然后直接推送给你。靠，这不就是大数据推送吗？乐视早在6年前就开始干这事儿了。镜头方面，前置800万加上后置2100万镜头，支持相位对焦，当年号称全球第一拍照啊，放到现在只能扫扫码了。6年前的机器我们也实拍了一些啊，大家自行对比看一看。3100毫安时电池 ，QC 3.0快充，实测最高20瓦。重点来了 ，Type C 接口。没错，乐视就是国内第一个采用 Type C 接口的手机厂商。放眼当今市场清一色的 Type C， 就连自己玩的苹果明年也将沦陷啊。但必须承认，这机器确实有很多地方在当时走在了时代前列，只不过有些生不逢时吧。而且最重要的售价啊，它只要2499啊，这令人窒息的性价比，雷军看了应该都直呼内行啊！而且当时乐视还有一句话啊，就是生态补贴硬件，买1年乐视影视的会员，这手机价格就减去300。最关键的就是它还可以叠加，也就是说你买8年的乐视会员的话啊，你就可以白嫖一部 Max， 那不爽死了吗？
当乐视宣布造手机的时候，国产刚刚经历过一轮洗牌啊，行业已然杀得一片血海，无数人都在唱衰乐视搞手机一定会爆死，不少老牌厂商都被打得面目全非啊，比如 HTC、LG。后续的末代辉煌系列中，我们也会聊到他们。一个视频网站做手机，那在当时可以说要硬件没硬件，要系统没系统，这要是搞个贴牌，连设计都没有。顶着这样巨大的压力，乐视还是把手机给做出来了。面对无数人的唱衰，贾老板用了一招十分暴力的方式，把问题给盖过去了，那就是直接亏本卖手机。怎么来形容当时乐视的性价比呢？大家都知道，小米在当时是性价比的天花板啊，但好歹啊还有5%的硬件利润。而乐视手机根据机型的不同，卖一台都要亏100到300，这还是建立在完全销售完无库存的情况下，这性价比得有多极致啊！当然，这也变相反映了当时的竞争之血腥惨烈。但商业终究是商业，它有它自己的法则，乐视终究还是顶不住了啊！不仅是乐视手机、电视、影视、汽车，哪一个不是烧钱的行业啊？最终资金链断裂啊，孙宏斌都拉不回来了，乐视帝国轰然倒塌了，步子迈大了，咔，容易扯着蛋。当然，除了性价比，乐视还有什么呢？好像除了它那虚无缥缈的生态啊，就别的没啥了。在这部手机上看起来很新的这些 Type C 啊、超声波指纹啊，其实它也都是供应商的技术嘛。真正属于乐视自己最核心的，确实虚无缥缈。就连乐视的供应链和渠道也是他以21.8亿买了这个酷派的，这个砸钱砸出来的。但这种过于激进的硬砸钱打法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乐视手机之前有段时间还经常被爆出这个无线重启的毛病可见其底层系统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砸钱固然能短暂的砸出销量，但砸不出消费者的认可。砸钱固然能堆起强悍的硬件配置，但是稳定的优化更为重要。OK， 我们末代辉煌的第一期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觉得这个系列还不错，后面还想看，可以把其他品牌打在公屏上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更多内容精彩，大家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就可以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